皇上和太子到的时候，沈妃正在空间里做实验。唐之灵出来招待皇上和太子。沈妃已经拿到了左安怀的头发，所以为了验证他的猜想，他把左安怀和好几个人都做了对比。左安怀和唐之灵，左安怀和芸娘的第3个孩子，左安怀和唐国公，最后是左安怀和英姑的。结果是左安怀和唐之灵没半毛钱关系，左安怀是芸娘女儿的亲爹，也证明曹氏的孩子是左安怀的。沈妃也算是给左安怀做了件好事，帮他来个亲子鉴定。左安怀和假的唐国公有血缘关系，是亲戚。他和英姑也有血缘关系，但不是英姑的儿子，也是亲戚。沈妃没想到是这个结果，她眼珠一转，想到了一个排除法，于是又立即给左安怀和唐之义、假的唐国公和英姑都做了实验。结果是左安怀和唐之义没有血缘关系，假的唐国公和英姑有血缘关系。沈妃飞快地转动脑筋，虽然有些绕，但是她知道问题的关键是谁了。沈妃快速地出了空间，走到待客厅的时候，发现皇上也来了。参见皇上。沈妃对皇上行了一个不标准的礼，不等皇上叫起，她已经站起来了。皇上心想，算了算了，他终于想起来曾经说过的话，给小六媳妇请个教养嬷嬷的那句话。后来他给忘了，所以就这么放任了小六媳妇的规矩。看来以后得补起来了。不过现在不是关心这问题的时候。荣王妃，有结果了吗？放心，左安怀不是你兄弟。皇上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那皇嫂查到了什么？沈妃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开口问道：那个假的唐国公，他母亲是谁？哦，这事儿还牵扯到了反贼唐国公。太子从北地回来之后，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皇上。皇上也知道唐国公之所以造反，和他童年不幸母亲惨死北地有关系，他的目的就是报复楚家皇朝，所以才李代桃僵，筹谋多年。他母亲叫柳香郡，当初他是和小福宝一起亲自审问的假的唐国公，于是把那人的身份说了一遍，自然略过了唐国公虐待唐之灵的那些事。毕竟唐之灵可能都不知道，从前宠爱他的父亲亲自给他下毒。太子不想让唐之灵更痛苦。柳香郡的父亲是柳承济，柳家当年被皇爷爷抄家，男丁斩首，女眷和6岁以下幼童发配北地。不过长安距离北地路途遥远，想必幼童很少能活着到达。柳香郡那时候已经和老国公唐干有了首尾，到了北地生下了孩子，就是假的唐国公。经过太子的讲解，沈妃知道的更清晰了。左安怀和假的唐国公有血缘关系，还有英姑和那2个人也有，但是关系要稍微远一点。你是说左安怀可能是柳家人？我也是用排除法。左安怀和唐之义没有半毛钱关系，那他那份血缘就不是来自唐家。而假的唐国公是唐家人，血缘一半是来自唐干，另一半来自柳香君，所以左安怀必须是柳香君的亲戚。而英姑姓孟，那就不可能和柳香君是亲姐妹，那一定就是表姐妹。按照这样的推断，英姑的母亲必须是出自柳家，还和柳承济的关系很近。沈妃这一通理论虽然有些绕，但是皇上已经相信了，因为孟家和柳家就是姻亲，而柳家获罪还是因为孟家的牵连。孟家是因为站错队，所以满门抄斩；柳家是受到了连累，所以男丁斩首，女眷流放。孟彩英的母亲柳氏确实是柳承济的亲妹，这个左安怀隐藏的够深呀，他这是改名换姓来复仇了。皇上想到这里也是很生气，下面的人调查的也不仔细，这左安怀是冒名顶替了别人举子的身份，还是小的时候被人抱养了自己参加的科考，这事都要查清的。皇上，当年柳家被流放的男童都有谁？查一查，或许就能和左安怀对上了。皇上点了点头，赞赏地看了沈妃一眼。荣王妃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那什么试验的，这一帮贼人掩藏得这么深，真的很难查到真相。皇上说的不错，这要不是有 DNA 实验，怎么能捋得清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？他们也能继续隐瞒下去。唐国公造反，皇上已经清洗了一遍朝堂，可是左安怀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他们2人有关系。
朝廷的密探也不是吃素的，没有发现两人有勾连，那就说明唐国公和左安怀是两条线，而且也一定是约定好了的，不管哪一边暴露，另一边绝对不要出手，否则上一次就被连带的查出来了。沈飞被夸奖了，有些得意，他虽然尽力隐藏，还是微微扬起小下巴。皇上看着沈飞的样子也是很无奈，这傲娇性子和小福宝还是有些像的。荣王妃，不知你的试验能不能推广？朕觉得可以帮助大理寺破解好些疑难的案子。这实验只有我能做，教不会别人。皇上心想，这还是个小气的，这股小气抠门的样子和小福宝也很像。皇上要是有需要我帮忙验证的亲子关系，可以送对方的头发或是血的样本给我就好，我可以适当帮忙。皇上点了点头，最后他和太子两人又看了小福宝一眼，就返回了皇宫。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夜。宋御史看到送到家里的那些贵重的物品，心中拿不定主意。老爷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参与的好，那可是荣王妃啊！你要是真在朝会上谏言处死荣王妃，那可真是和荣王府结仇了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荣亲王很爱重荣王妃的。宋御史就是个墙头草，从来都是见到哪方有利就偏向哪一边的。上次陈御史和李御史弹劾，他也就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说了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这是要结死仇的节奏啊！夫人，那大郎那里怎么办？左尚书给的礼可是很重的，不仅有对大郎的保证，可还有这些重礼呢。老爷，咱们家现在已经很好，着实不需要冒险，这些东西还是要送回尚书府吧。宋夫人想起曹氏，又口中呢喃：这曹氏是大户出身不假，但是嫁妆不丰。左尚书寒门出身，这上好的夜明珠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对，夫人说的对，这事儿咱们不能掺和，我这就派人把东西送回去。宋御史一个机灵，头脑立即清醒过来，于是宋府的管家各自派人把东西悄悄送回左府。翌日大朝会上，说完了朝中大事之后，李御史站了出来：启奏陛下，臣弹劾荣亲王治家不严，荣王妃草菅人命，以至于萧云冠无辜道人惨死。荣王妃手段狠辣，如此暴力，还请陛下处决荣王妃。李御史，荣王妃和荣世子在萧云观遭遇贼人袭击，荣世子到现在还生死不知，朕不知道荣王妃何罪之有啊！他这次明确地帮着沈妃，让朝臣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民间本就有些谣言，现在下面的官员看皇上的眼神都变了。陛下，荣王妃血染萧云观是事实，那些道人已死，更何况那些道人是否为贼人还有待查证。不如先把荣王妃收押，交由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共同审理此案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萧云观无辜道人惨死却是不争的事实，万不可因为荣王妃的身份就轻轻放下呀。左安怀这时候也站了出来，毕竟他找了好些帮手，自己不出面确实是不合适。今天务必要把这件事给定下来，荣王妃滥杀无辜的罪名必须要坐实了。还有人附议吗？站着的朝臣互相看了一眼，又有两人站了出来。微臣赞同此案由三司审押，若是荣王妃真是无辜的，也可以还荣王妃一个清白。臣赞同马少卿的提议。陈尚书没有顺着左安怀的基调说，他是刑部的长官，也想查清楚真相。左安怀看了两人一眼，也算是满意。刑部和大理寺都出来了，看来事情成功了一半，收押荣王妃也是势在必得。左安怀想到他那么多人手就这么功亏一篑，全都死在沈妃的手里，就很不甘心。那么多高手，真是他压箱底的人了。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，他荣王妃知道多费钱吗？可是那些人全都被荣王妃像是砍瓜一样的给砍了。
不过事情已经成定局，深究没用。事情各有利弊，毕竟那些人都死了，他也算是安全了。他的身世将没有人再知道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如今他的官职还在，人也还在，就不怕没有机会。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不过荣王妃这人必须要除掉，他这人就是个变数。这都已经是第2次了，好像是遇到他们就没有好果子吃。表弟就是如此，要不是因为荣王妃，几万的人马怎么会全军覆没？左安怀想到这里就恨得不得了。左安怀见到陈御史没有站出来，心中恼恨，一直在给陈御史使眼色。可是这个陈御史就像是没看到一样，老神在在的，要不是眼睛还睁着，左安怀都以为他睡着了呢。陈御史不站出来，让左安怀气恼得很。毕竟御史台4个重量级的御史，只有李御史出来，其他人作弊上官，剩下那些低品级的小御史说话的重量也不够啊。左安怀不明白陈御史为什么不在这时候踩荣王妃一脚，毕竟陈御史的外孙和荣王妃还有一段孽缘。皇上看到站出来的这些人，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左安怀的同党，还是因为某种利益，这都说明这些人都不干净。来人啊！这时禁军统领走了进来。陛下，拿下左尚书。皇上，不知微臣犯了何罪啊？这时候一些作弊上官的大人也站出来了。他们是不掺和荣王妃的案子，但不代表他们可以看皇上无缘无故的处置3品大员。皇上，不知道左尚书所犯何罪啊？这时候给左安怀求情的人还不少，他们不是和左安怀是同伙，平时朝臣们各有派系，互相争斗常有，但面对皇上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又拧成一股绳。皇上这时候不得不亮出杀手锏了。昨夜令策已经回京，带回了重要的消息。爱卿啊，不对，朕应该称呼你为柳爱卿才对呀。朝臣们都面面相觑，有些年老的臣子听到柳这个姓氏，心里震惊，都纷纷向左安怀看了过来。陛下，臣不明白。左安怀，你是罪臣柳沉寂的孙子吧？朕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能隐藏得这么深。你和唐国公2个柳家的余孽，一文一武，想要颠覆我们楚家的江山，还真是胆大包天呢。霄云观的贼人就是你的同党，意图杀死荣王妃、荣世子2名郡主，这本就是死罪，如今还在颠倒黑白。你藏匿了这么多高手，想要做什么？朝臣们听到皇上这么说，都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那些被左尚书收买、今日谏言的官员一下子就瘫软在地，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他们完了，全都完了。不仅是自己的官职不保，可能还会连累家人。宋御史擦了一下脑门的汗，他现在是庆幸不已，昨天没有上了贼船。左安怀身子颤抖，拼命地给自己做暗示，不要慌。陛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但陛下为了替荣王妃脱罪，就编出这个借口，臣不服。怎么，你以为霄云观的人都死了，就没有证据了？来人啊，请荣王妃进殿，朕今日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左安怀还以为皇上有什么证据，没想到只是请荣王妃那个毛丫头，他心里顿时就轻松了不少。他的秘密没人能发现。朝臣们听到皇上请荣王妃进殿，也是面面相觑，这可是朝会呀，让一个女人进来。虽然她是这次事情的当事人，也不必请她亲自来啊。有的大臣当即就反对道：陛下，荣王妃一介女流之辈，怎么可以进入朝堂？是啊，陛下，据臣所知，荣王妃不过是胸无点墨的小女子，既她又是当事人，她说的话也不可全信呀。还请陛下三思。哎呀，请陛下三思啊！皇上要不是知道沈妃那特殊的审问手法，还真不敢让她上朝。但是听了太子的禀报，他有特殊的办法，
能让犯人自己开口说出自己的事，这皇上就好奇了。现在左安怀当庭狡辩，他还就要亲自看看了。怎么，爱卿们害怕荣王妃一个弱女子不成？弱女子？朝臣们抽了抽嘴角，谁家的弱女子这么强悍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直接解决了那么多的高手。陛下，臣同意荣王妃上殿，臣愿意当面和荣王妃对质。若臣是无辜的，还请皇上立即关押荣王妃，让三司一起审查荣王妃。左安怀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拉来了不少朝臣的注意力。有人觉得左尚书更是磊落之人。陛下，左尚书清正廉明，是否有什么误会呀？还请陛下明察。这左安怀的银子可没白花，还是有一些人为他说话的。皇上看了一眼李御史，最近这人蹦跶的太欢了。他不是赵国公的人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向着左安怀了？看来赵家也要好好的查一查了。这赵家可是太子的外祖家，要是真的出现差错，对太子可不利呀。皇上想到太子妃也是出自赵家，心里沉了沉。哎呀，这太子妃的人选当初是大意了，不应该轻易的同意皇后的意见。既然左尚书同意，那朕就请荣王妃和你对质。很快，小太监就去请沈妃了。沈妃和唐之陵早就准备好了，荣王府和皇城很近，就隔着一堵墙。沈妃正伸着脖子看呢，被唐之陵拉了一下。你注意点，这可是大朝会，那里面的人可都是硬茬呢。你看着吧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找场子去。你可不要乱来啊，这毕竟不是家里，里面的人都阴损得很，特别容易给你挖坑，说的话也是七拐八拐的，都不是什么好人呢。这时候就听到小太监喊道：请荣王妃进殿。来了。沈妃检查了一下裙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直接往大殿里走去。唐之陵看着兴冲冲的沈妃，快步跟了上去。两人一起进殿之后，畅通无阻地走到最前面。臣弟拜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沈妃不知道这时候要怎么称呼自己，就去掉了这个称呼。起来吧。皇上这话说的也是很快，他真怕荣王妃等不到叫起就自己站起来了，那么丢脸的就是他自己了。不过这个教养嬷嬷是要尽快刺过去了。等案子结束之后，他就给荣王妃找两个厉害的嬷嬷过去教一下规矩。沈妃还不知道皇上的险恶用心，否则不会这么兴奋地看着皇上。沈妃的表情太好懂了，那就是一脸写着开始吗？快点开始的样子。皇上有些无奈。荣王妃，左尚书愿意与你当堂对质，你可不要让朕失望啊。是，陛下。左大人还是个中年美大叔呀。美大叔是夸奖人的话吧？不过老左的模样确实不错，否则当年也不会被曹家小姐看上。否则就凭他一个寒门学子能爬得这么快，短短10几年就坐上礼部尚书的职位。没看胡子都白了的贾尚书，一把年纪了还待在工部呢。礼部可是比工部强太多了。左安怀也没想到荣王妃开口就是这么一句话。看着对方虽然穿着王妃的华服，但是面庞稚嫩，还是个小姑娘，就是表情都非常好猜测。这个样子真的和她的乐轩差不多。左安怀很难把她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联系到一起。想到这里，左安怀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暗示，不要轻敌。这荣王妃没准是在扮猪吃老虎，在迷惑他。左尚书，你怎么喜欢和唐国公共用一个女人？满朝文武没想到啊，今天早上来上朝会还能吃到这么大一个瓜。荣王妃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哼，怎么会是胡说呢？我说的是芸娘呀，你不记得了？简直是胡说！本官根本不认识什么芸娘、婉娘的。哦，看来左大人不仅有芸娘一个相好，还有个叫婉娘的人呐。荣王妃，我劝你不要胡搅蛮缠，这里可是大朝会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
这时候也有其他朝臣看着沈飞，也都开始小声的议论。实在是沈飞把左安怀和唐国公扯在一起，让他们心中也是猜测不已。唐国公是反贼，要是左尚书真的和唐国公关系密切，那就是抄家灭族的大事。左安怀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才极力反驳：荣王妃，一切都要讲究证据，切莫口出妄言，污蔑本官的名声。本王妃自然是有证据了，你和芸娘可是生了一个孩子呢。不过我也是很好奇，你和唐国公两人也是很奇怪啊，虽然是表兄弟，关系近，那也犯不着用一个女人啊。那个芸娘给唐国公生了个大女儿，又给你生了个小女儿，一点也不厚此薄彼啊。看来他对你们兄弟俩的情分还真是一样的。左安怀脸色铁青，想到芸娘已经和唐府的人一起被斩首了，心里安定了几分。荣王妃，你不要信口雌黄，本官和唐国公没有半点牵扯，竟然说我们是表兄弟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反贼唐国公是唐家血脉，而我是寒门学子。荣王妃，你就算是想找借口，也要找个靠谱一点的。还有那个叫芸娘的，本官根本就不认识。朝臣们听到沈飞的爆料，内心则是震惊不已。有的人开始沉思，开始想其中的可能性；有的人则是嗤之以鼻，觉得沈飞就是在胡说。刑部尚书陈昭可是知道芸娘的，这个女人可是唐国公的得力帮手，这么多年可是帮着唐国公做了不少事。没想到那个案子结束之后，现在和左尚书还能牵扯上。这荣王妃说的那孩子可是沈二丫？陈昭出口询问，也是让朝臣们一惊。陈大人，可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往本官身上泼脏水啊。左安怀最害怕的就是有朝廷官员这时候插一脚。应付个单纯的荣王妃，他有信心，就怕往日的政敌出来攻击他。陈昭没有理会左安怀，继续追问：荣王妃可有证据？沈二丫年幼，没有处斩，倒是可以和左大人滴血认亲。左安怀内心咒骂：该死的陈昭，等他缓过来，一定要给他好看。谢谢这位大人，现在还不急，稍后左大人会亲自送上。我现在还有几个疑问，需要左大人解惑。左安怀不知道沈飞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还他亲自送上，简直异想天开。但是内心却有些慌乱，荣王妃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真相的？左安怀对着沈飞的时候，心里有点发毛。荣王妃的脑子太奇怪了，也不按常理出牌，太难琢磨了。满朝文武心想：哎呦喂，这可是大朝会啊，不是你一个小姑娘玩闹的地方。就是皇上也着急了，频频看向唐之陵，想问问他沈飞什么时候看事。可是唐之陵根本没有接到皇上的信号，他正高兴地看着左安怀跳脚，毕竟这人从前也没少说他。左大人，霄云观的贼人都是你的同伙吧？左安怀听到沈飞不再追着唐国公的问题问，心里放松不少。毕竟霄云观那里没有活口，交代不出什么。陛下，荣王妃说的全是无稽之谈，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，臣觉得没有继续对峙下去的意义了。左安怀把头上的乌纱帽拿了下来。陛下，臣为大禹朝鞠躬尽瘁，如今却遭受这样的污蔑，着实是……剩下的话没有说出口，但是为人臣子的那种委屈劲儿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臣可以请辞礼部尚书的职位。左安怀没有到告老还乡的年纪，如今左安怀也是尚书了，没准儿以后就可以入内阁，那可是有大好的前途呢。朝臣们有些人联想到自己身上，又开始同情左安怀，有人就忍不住给左安怀求情。陛下，左大人清正廉明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啊，还请陛下三思啊。请陛下三思啊。左安怀跪在地上，表情淡漠，内心欢喜。
荣王妃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沈飞看到时候差不多了，左安怀对他的戒心没那么多，催眠对于防备太强的人可不好下手。他也蹲下身子，手中出现怀表，轻轻地在左安怀眼前晃动。放轻松，1、2、3，睡。左安怀本来就是跪着的，所以人直接就这么瘫软下去。左安怀，为什么要在霄云观藏匿那么多杀手？为了杀楚敬德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了所有楚家的人。满朝文武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，不敢相信左尚书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心思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这就是反贼无疑了。你不叫左安怀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我是柳吉志。你为什么看上了芸娘？那女人我怎么会喜欢？她是我和表弟之间的纽带，只有我有了这个把柄在表弟的手里，他才会放心。你表弟是谁？是唐国公，他是姑姑家的弟弟。我们从小的志向就是颠覆楚家江山，为家人报仇。差一点儿，就差一点儿，我们就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弹劾荣亲王侠妓是你的安排吧？你做了什么安排？我在青楼安排了加了春药的酒，谁料荣亲王喝了完全没事，以至于计划功亏一篑。不过幸亏我提前通知了李御史，他亲眼看到，也算是个人证。哦，李御史知道你的计划？当然知道，还是他给我出的这个主意。左安怀闭着眼睛开始吐露心里话的情景吓坏了满朝文武，他们都惊恐地看着沈飞，像是看个怪物一样。李御史慌得不得了，这时候也无暇顾及是在朝会上了，直接大声喊了一声：左安怀，休要胡言！李御史的声音太大，直接让在催眠中的左安怀醒了过来。他睁开迷蒙的双眼，发现大殿里静悄悄的，而且那些人还面带着同情看着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满朝文武都被施法了？陛下，左安怀刚才是癔症了，说的话不可信，还请陛下明察。李御史，不要强词夺理了，满朝文武和朕都是亲耳听到的，左安怀供述的犯罪事实，休要狡辩。来人啊，把左安怀押入天牢。刑部、大理寺联合审问。臣遵旨。左安怀懵了，他的党羽为什么不给他求情了？不对劲儿，为什么局势变成了这样？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陛下！左安怀被拖了下去，他曾经贿赂的官员也是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把这个口无遮拦的人给带下去了，否则一定会出大事。但是他们心里也是慌乱的，毕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干净的，内心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荣王妃有如此厉害的审讯手法，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着了道，把自己的秘密给说出来，所以看着沈飞的眼神都非常惊恐。听说你弹劾我，还想要处死我？荣王妃说笑了，既然那霄云观都是些乱臣贼子，荣王妃亲手解决他们都是他们的福气，荣王妃才是女中豪杰呀，那些假道人该杀该杀。皇上非常无语，平时这御史的嘴巴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像个软脚虾一样？这时候弹劾沈飞的御史们也纷纷开口：荣王妃为民除害，荣王妃英武不凡。沈飞听到这些御史夸他，得意地看着唐之陵，小表情里都是挑衅。唐之陵偷偷给沈飞竖了一个大拇指。李御史伙同左安怀构陷荣亲王，也押入天牢。李御史还是松了一口气的，毕竟他没被当朝使法术，否则他也不敢保证会说出多少事。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安全辞官，保住家人，所以被带下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喊。皇上也是很头疼，左安怀被抓起来了，但是和他牵扯的官员可不是少数，
他也不能都杀了，也要根据犯罪的轻重来定夺。毕竟大禹朝自从他继位之后，官员换得太多了，这样也不好，水至清则无鱼。下朝之后，沈飞和唐之陵两人一起回家了。小夫妻并不知道他们给整个朝廷带来的震撼。不过这也有个好处，唐之陵至此之后没有被弹劾过，像翘班那样的小事再也没人拿来说事，也没有人拿莫须有的事来栽赃他了。这让唐之陵觉得身边的好人多了不少。至于朝廷官员那些背后的势力也老实了一阵子，至少是更谨慎了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们都不敢轻易的出手，就怕被抓到小辫子。